大家好，宠粉的一胎又来了。众所周知，演员就是为角色而生，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要不断的改变自己，去贴近角色本身。角色是个大胖子，你得增肥；是个丑八怪，那就要敢于扮丑。有时候会根据剧情的需要牺牲自己俊美的面容，这可以说是一位演员最基本的素养。不过有人会为了角色做出很大牺牲，但有的人偶像包袱那可不是一般的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同样是扮演丑角，这差距能有多大？风云中的明月和第二梦非常有代表性，这两个角色都是由蒋勤勤饰演的。除了人设造型不同外，比较明显的差别就是第二梦的脸上有个心形疤痕，而因为这个疤，第二梦就认为自己毁了容，总是用面纱蒙着脸，自然相貌丑陋到吓人，可一揭下面纱直接给人气笑了。我安慰的话都想好了，你跟我说这是丑？好家伙，导演你认为的丑还能长这样啊？那请让我也丑成这样吧。一张清新脱俗的脸上不过就是多了一个爱心形状的疤痕，甚至都不叫疤痕，连纹身都算不上，这样敷衍的扮丑也太不走心了。漂亮的李慧珍中，迪丽热巴本来是要扮演一个长得丑还有点奇葩的善良女主，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热巴在里面的扮相怎么说呢，根本算不上丑，只不过就是点上雀斑，换上卷发，戴上了龅牙，跟韩版的相比压根算不上丑。但热巴这个，你说她扮丑了吗？扮了。丑吗？不觉得。这就很尴尬了，难道是因为长得太好看，所以根本扮不丑吗？古力娜扎在《轩辕剑》中为了所爱之人要承受千刀万剐的毁容戏，刚开始我以为的毁容就算不是面目全非，也至少是真的毁容的效果，万万没想到只是在脸上画了几道细细的红色线条，咱就是说您这是搁这素描呢，这哪里有千刀万剐的痕迹，也太随意了吧。之前杨颖在出演《云中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情节就需要女主角装扮成乞丐。说到乞丐，我印象中除了穿得破破烂烂之外，应该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悲惨形象。总之看到这两个字，大家应该就可以想象出乞丐的样子了吧。但是当我看到 Baby 的乞丐时，我是真没绷住，演技不好让人出戏也就算了，这乞丐的样子也根本不大，这妆感满满的样子更像是穿了乞丐衣服的千金小姐，看起来非常的不专业。该不会在导演眼里，乞丐就是穿着普通的平凡人吧？不过意料之中，当时因为这部剧杨颖还被黑了很久，希望她之后能为角色多下功夫吧。同样扮演乞丐不专业的还有孟子义，在拍摄综艺1年级的时候，节目组安排的孟子义饰演的是一个乞丐的形象。原本在彩排的时候，孟子义还根据乞丐的形象将自己的白净的脸抹黑，到了第二天真正演出的时候，孟子义却什么也没抹，还在戏服里面还穿了一件花打底。本身乞丐的生活十分艰辛，脸上应该是饱经风霜的模样，孟子义不把脸抹黑就算了，还给自己换了一个精致的妆容，这下可把袁咏仪气坏了，直接开门见山当众对他喊道：孟子义，我觉得你这样非常不专业，态度非常有问题。本来袁咏仪这样说也是希望孟子义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毕竟作为演员来说，敬业是第一位的。没想到孟子义根本没有明白袁咏仪的良苦用心，一脸不屑的样子。到了某个综艺里的操作，又是引发了网友的一众吐槽。在节目里，孟子义私自改掉剧本规定的妆容，画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妆，直接遭受到了导演郭敬明的回怼。你要再敢自己乱改一个妆，乱画一个妆，就别拍了。好家伙，这给郭敬明气的脸都歪了，你可快点反思一下吧。不过跟这些相比，这些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娱乐圈中那些不愿意为了戏做出牺牲的演员可是真有不少，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咱们鞠姐了。她的半永久妆容名号在娱乐圈可是响当当的，可以说是以精致半永久妆容横扫古装剧，无论是出演被歹徒劫持，或是为亲人守丧，全是一副美艳干净的红妆，既没有被挟持的狼狈慌乱，也没有失去亲人的痛苦苍凉。在《云汐传》里，她是面长毒疮的女主，但一抬一看，好家伙，那精致的小毒疮比花店还漂亮，还非常识趣的长在了最不显眼的位置。不仔细看，以为咱鞠姐又出新妆教了呢。一味追求颜值，究竟是不想扮丑还是不敢扮丑呢？
除此之外，也有很多演员为了角色完全不在乎形象，丑到观众都认不出。大家还记得《宝莲灯》里的哮天犬吗？他是我心里的哮天犬天花板，没有之一。当时一经播放，大家就被这个灵动的角色吸引了眼球。当时哮天犬的装束和动作可以真真切切地称为扮丑，一身破烂的黑色紧身衣，动作要像小狗一样去讨食奔跑，头发自然也是无法打理的，总是一头乱糟糟的脏发，每天还要在地上摸爬滚打，每次见到他出场都是一身灰土土的模样。但是为了保护主人，他不仅和主人同甘共苦，有时也为了主人舍弃自己，让人感到动容不已。他扮演的哮天犬让观众们深深感受到狗狗对人类的忠诚和人类之间的牵绊，这大概也正是表演的意义吧。黄渤在各种影视剧里也不惜改变自己的形象，为了迎合角色，贴近角色，在妆发上还有表情都有很多大胆的突破。他配着一头乱糟糟的发型，牙齿上沾着食物残渣，浑身都是破破烂烂的衣服，黑淡浓的手无处安放，窘迫的模样像极了一个流浪汉。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又丑又经典的形象，造就了现在的黄渤。邓超在《分手大师》中既扮演女装又扮演黑人国王，可以说是没有丝毫形象可言，夸张的扮丑也很好的抓住了观众的眼球，整个人黑得像太阳，几乎都要认不出来了。不仅形象设计很丑，在指导动作上、语言使用上很好的贴合了人物的形象，使人不会感到突兀，这样为角色服务的态度也会受到观众的称赞。杨幂不惜扮丑来告诉我们，身在困苦险境，人应该永葆初心，用善良和坚持待人，最终一定会有所收获，有所成就。那时的杨幂扮演雪渊，性格沉稳，前期她也以丑示人。当时她留着厚厚的刘海，面容上有许多令人讨厌的雀斑，眼睛上有红色的胎记。毫不避讳地说，当时她一出场确实会吓人一跳，也确实没想到杨幂能够为了角色做到这样。不过这样的形象虽然很不招人喜欢，可是却灵气十足，她的眼神到位，神情复杂，很好的诠释了自己的角色扮演，也让大家都深深的记住了这个角色。由此看来，扮丑也正是诠释了一个人的敬业，更能收获一批好感。奇门遁甲中的倪妮为了符合角色要求，画上了巨丑的妆容，又做出极度夸张的剔牙表情，出色表现出人物的特点。粉色印花头巾、黑眼圈、大嘴唇、若有似无的眉毛，条条丑态的特点集于一身，一个镜头就是名场面。天盛长歌中，他为了避婚故意扮丑，眉毛断了半截，黑眼窝再加上满脸的麻子，加上表情更是丑到极致，让人不忍直视。算了，赶紧看下美照洗洗眼睛吧。不得不说，这反差真是太强了，美女对自己真的好狠，我真的好爱。李心如所饰演的林无敌以一个丑女的形象，向我们展示了人心本善和不畏挫败的勇气。丑是她全身上下最具有代表性的标签。剧里的李心如放下包袱，乔身打扮成邋遢、相貌丑陋的林无敌，不仅为了角色增肥，还戴了牙套，整个人的肤色也是黝黑的，一出场就让人觉得她是个名副其实的丑女。但当我看到这个美到爆的嫦娥也是她扮演的时候，直接惊掉了下巴。姐姐这可塑性真的太强了，真正的演员本身就应该这样，不是只能演漂亮的角色，面对丑角也要敢于扮丑，这才是一个专业演员的态度。总的来说，遇到丑的角色不愿意将自己扮丑，不愿意为角色服务，慢慢的可能也会让大众失去好感。如果没人愿意去扮丑，这对于影视来说也确实是一种缺失，甚至是少了一些灵魂所在。还是希望演员们都能够拿出自己最专业的态度，剧组也能认真做好细节，为影视剧的未来贡献更多好的作品。那么看了这些演员的扮丑形象，大家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